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伊朗都知道川普怕通胀，可这一次他为什么宁可冒着通胀的风险，也不肯对苹果公司松口？美国出了什么奇招来挽救美国航母的未来？这几件事为什么都指向同一场与中共的世纪竞争？上期节目里，我们和大家谈到，美国与伊朗的这场战争让美国看清了一个残酷事实：真正在战争中拖住美国的，不是美国武器不够先进，也不是美军不够勇敢或技不如人，而是美国军工产能太贵、太慢，关键供应链又太脆弱。看到问题很关键，但它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美国接下来如何应对，这才是真正决定美国未来的关键。这一期我们就从最新出台的一系列美国政策入手，深入剖析川普政府是如何把这份教训落实到船厂、无人机、芯片、关税和全球供应链上的。川普政府这几天接连推出的几项政策，看上去彼此没有关系，造军舰、给无人机加关税、限制苹果使用中共芯片、追查转运货物等等。但是把这些新政策里放在一起看，一条主线就清晰展现出来。先看美国造船，川普刚签署了一份历史性的造船备忘录，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罗素沃特明确表示，美国的福特级航母太贵，制造周期也太长。第一艘福特号花了130亿美元，肯尼迪号和企业号各花了150亿美元，而计划中的米勒号航母预计要花180亿美元。按常理，首艘最贵，后面靠经验和批量生产，成本应该往下走。但是美国的福特级航母却一艘比一艘贵。比贵更可怕的是制造时间。目前美国海军每4年就有一艘尼米茨级航母按计划退役，但按照目前美国制造航母的速度，至少需要12年才能补上一艘替代的新型航母。也就是说，一边是旧航母按4年一艘离开美国舰队，另一边是新航母12年才能补上一艘。这样下去，美国航母的数量必然会迅速下降。与此同时，美国海军船厂已经满负荷运作，而且积压了大量订单，即使现在增加预算，也远水解不了近渴。船厂、熟练工人、供应链都不是一天能建起来的。如何既能解决美国当前造船能力无法满足海军舰艇需求的问题，又能在美国建立长期的造船产业链？面对这个紧迫又棘手的问题，川普政府近期提出了一个很有创意的政策，吸引外国造船企业投资建设美国本土船厂，作为回报，允许他们先在本国建造最多2艘美军舰艇，但他们后继再为美国造船就必须转到美国本土，由此给美国留下永久的造船产能。这是从美国海岸警卫队破冰船开始尝试芬兰模式，现在准备扩展到海军。这个芬兰模式到底是什么概念？目前美国急需新一代破冰船，但是美国自己缺少成熟的破冰船设计生产经验和供应链。2025年10月，川普通过一份总统备忘录，授权美国海岸警卫队最多在海外建造4艘北极安全巡逻艇，也就是破冰船，用来加速弥补美国在这方面的缺口。基于这份总统备忘录，2025年12月29日，美国海岸警卫队正式公布了与芬兰船厂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船厂签订的合约。合约规定，芬兰最多先造2艘破冰船，其中第一艘预计2028年交付使用，随后由美国最多建造4艘，美国建造的第一艘预计在2029年交付使用。川普近期出台的这个造船新政策，就是把海岸警卫队在破冰船方面试行的芬兰模式正式扩展到海军的各种舰艇上。目前看，韩国和日本的造船业将成为这个新政策的最大受益者。顺着这条线，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川普政府近期也把目光放在了无人机上。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无人机已经成为现代战争中的基础军备，承担着侦察、识别目标、电子干扰、精确打击等关键任务。
8月13日，星期四，川普签署了一份公告，对特定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10%到100%的关税。对来自台湾、日本、韩国和欧盟的产品，关税是15%。不过前提是其软硬件绝大部分要来自他们自身或美国。川普政府明确表示，这是在利用关税加强美国的无人机生产。美国要保持自己在无人机研发和生产方面的自主地位，重建国防工业基础。过去30多年，在全球化的大框架下，美国企业为追求效率，习惯了从全球市场采购最便宜的部件。但是在当下新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下，这种做法已经变成美国核心的国家安全风险。川普政府的这些政策，就是逼迫美国政府、美国企业放弃过去30年以效益和效率优先的思维定式，保证美国不会到急需无人机时才发现，电机、传感器、通讯模块，甚至整机供应都得看中共的脸色。川普政府逼迫美国企业放弃单纯从成本和效率角度考虑的策略，近期在内存和存储芯片领域展现得更加明显。目前快速扩建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正在大量吞噬全球的内存和存储芯片，结果是消费级电子厂商突然要同 AI 数据中心抢同一批内存零件，造成全球内存和存储芯片严重供需失衡。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普通内存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近100%，而第二季度内存价格又涨了60%。这已经不是普通涨价，而是暴涨。而且权威机构预测，新增产能最快也要到2027年末才能让供需关系再次平衡。消费级电子产品的最大生产商就是苹果公司。苹果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库克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苹果产品内存成本比去年已经涨了约4倍，因此苹果产品涨价难以避免。苹果6月份已经上调了 Mac 和 iPad 等产品的价格，涨幅从几十美元到数百美元不等。但苹果的首轮调价没有包括对美国消费者影响最大的 iPhone。只要内存持续短缺，苹果公司暗示 iPhone 很难永远置身事外。美联社引述行业分析师估计，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新一代 iPhone 的价格涨幅可能高达200美元。美国7月份消费物价指数中，电子产品价格环比已经上涨了3.5%，超过物价上涨的平均值。这说明 AI 带来的芯片成本已经从数据中心传导到了美国消费的日常开支。iPhone 不是一台普通的通讯电子产品，它在美国社会的覆盖面和标志性都处于标杆地位，因此 iPhone 价格上调会给美国通胀数据带来压力，更会从心理上给很多美国人带来直观的物价上涨感受。川普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美国物价上涨。伊朗正是抓住了川普这个软肋，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影响川普在伊朗战争中的决策。现在川普政府当然不愿意看到像苹果 iPhone 这样的产品开始大幅度涨价。中共最擅长在别人最缺、最急、最怕涨价的时候递上一条看似便宜的供应链。近期有报道称，苹果开始测试中共存储芯片企业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的产品。苹果起初考虑把这些芯片用于中国市场销售的设备，随后苹果高层开始向川普政府游说，说希望美国政府能批准他们把中共芯片也用于美国和美国以外市场的苹果产品。苹果游说的理由直击川普对物价敏感的软肋，也就是如果能增加中共供应商，就能缓解全球内存短缺，也就能间接减少美国消费者必须面对的涨价压力。美国法规要求，美国企业如果要向长鑫存储、长江存储这样的中共企业提供产品信息来定制芯片，需要先取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苹果新任首席运营官萨比赫汗说，
苹果公司不得不考虑所有选择。一方面，苹果与现有供应商合作，让他们增加美国本土产能；但另一方面，苹果也不得不考虑使用中共企业生产的内存。这是苹果摆在川普面前的一笔交易。如果允许他引入中共的内存，苹果就可以部分压住成本，这就让川普政府少一层通胀压力。如果不同意，苹果的 iPhone 等产品就可能不得不涨价。经过一段时间的权衡，川普政府通过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公开回应了苹果公司使用中共芯片的要求。卢特尼克明确表示，川普政府不赞成苹果这样的美国公司使用中共内存。显然，川普政府做出这个抉择并不轻松。芯片新产能往往要1年多才能建成。目前，美国消费者已经持续感受到物价上涨的压力，但是川普政府也清楚地看到，如果一出现供应链短缺，美国企业就把新增需求交给中共企业，美国企业就会失去增加产能的机会，这只会让下一次同样的危机来得更快。因此，川普政府选择宁可承担苹果继续涨价可能带来的舆论和通胀压力，也不愿在关键内存供应链上开一道口子。他要逼苹果这类大公司改掉旧习惯，把建立在低成本劳动力基础上的全球供应链一点一点搬回美国，推动美国本土制造能力的恢复。我们前面讲了，川普政府如何利用一系列新政策，从造船、无人机、芯片等多个关键领域，一步步把关键制造业逼回美国。我们知道，在川普的政策武器库中，关税是他最喜欢的一张牌。但是，中共在过去8年同美国的关税战中，也搞出了一整套规避美国关税的政策。以今年6月份的关税水平计算，中共商品进入美国面对的实际平均关税是23%，是美国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3倍多。同一件货直接从中共出口和经由低关税国家出口，利润空间因此会差很多。美国贸易政策专家埃尔姆斯把关税比作高速公路收费，这边要10美元过路费，旁边的路只要3美元。中共企业当然会想尽办法走收费3美元的路，因此中共的货通过换一个港口或换一张标签就能低价进入美国。对此，美国政府是越来越清醒。白宫近期公布了一份25页的报告，题目就叫“大转运骗局”。报告指出，自2018年美国启动对中共商品加征关税以来，中共出口商系统性的利用40多个第三国，把中共制造的产品改头换面，躲开美国针对中共的一系列关税。中共企业采用的手法其实并不复杂，一件在中共境内已经快做完的衬衫运到柬埔寨，缝补几针就能申报成柬埔寨制造。更常见的做法包括有限组装、最后加工、重新包装、重新贴标、重新开发票、伪造原产地文件等等。货物没有真正变化，只是文件和外包装变了。进入美国时便能适用较低税率。因此，只要不堵住中共这套大转运手法，关税能不能起作用，关键不在关税定的有多高，而在于美国能不能真正的追踪到一件货到底从哪儿来，由谁做出来的，又是由谁在背后控制。中共这张大转运网络不光包括东南亚国家，越南、泰国、新加坡、柬埔寨、菲律宾等国。白宫的报告点到了40多个国家，其中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韩国、欧盟、以色列，还有南亚的印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也在其中。也就是说，川普政府盯上的是一条横跨北美、欧洲、亚洲的洗衣产地网络。白宫报告指出，每年通过这些违规渠道运进美国的中共货物规模最高可达3000亿美元。如果按每年750亿美元非法转运这个极其保守的情景推算，报告利用模型推演出，中共这个大转运行动可能挤掉45万个美国就业岗位，让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减少1500亿美元，
而因此造成的美国关税损失估计为每年190亿到260亿美元。报告中的这些数据虽然是用模型推算出来的，但是也能同许多其他相关数据互相印证。今年前些日子，中共公布的对美国出口额和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记录的到货额之间，出现了大约1120亿美元的缺口。许多分析认为，这个差别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共的大转运行动。根据支持美国制造业的繁荣美国联盟估计，2025年关税升级之后，约140亿美元的中共商品经转运进入美国，东盟国家占了大头。因此，俄亥俄州参议员莫雷诺8月12日在要求美国政府加强执法时，特别提到泰国转运的中共汽车零件已经冲击了当地制造业。对于中共企业利用大转运洗产地的做法，川普第二任期一开始就非常重视。2025年，川普政府同越南达成的贸易框架协议中就特别提到，会对转运的货物征收40%的关税，是普通越南原产地货物税率的2倍。类似条款也写进了美国和其他多个东盟国家的贸易框架协议中。这就是在逼迫这些国家自己加强对中共企业转运的检查和控制。另外，去年7月份，川普的一项行政命令还规定，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若认定货物是为躲避关税而转运，可在原产国关税之外再增加40%的惩罚性关税。目前，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之间的美墨加协定是于2020年7月生效，原定在2036年到期，但是协议同时规定，美加墨3国应该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进行一次联合审查，只有在3方都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把这个协定再延长。目前看，川普政府一直没有同意直接延续这个协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川普政府希望借这一次谈判堵住协议中的一个关键漏洞，不能让墨西哥和加拿大成为中共商品换标签绕道进入美国市场的后门。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同美国接壤，同时又都享有美加墨协定下的优惠税率，因此他们已经成为中共企业把零部件或接近完成的产品转运进入美国的主要通道。中共问题显然会成为美国审查3国协定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为了应对中共转运洗产地的行动，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宣布，计划同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部署一套 AI 驱动的侦探边境系统，实时追踪货物的供应链历史、企业所有权结构和包装材料，利用这套系统快速识别可疑的转运货物。因此，进入美国商品的原产地信息从此不能只靠报单填写的内容，而要真的能经得起物流、股权、加工过程和数据记录的交叉核验。这显然是在逼迫进口企业对自己的进口商品的产地进行合规检查。前面谈了川普政府从转运国、进口商这2个层面围堵中共的大转运洗产地行动。最近，川普政府还在美国买家这个层面，在美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建立起对中共违规产品的第3道防线。美国政府虽然无权控制美国每个消费者或私营企业怎么买东西，但可以完全控制美国联邦政府自己的采购。因此，川普政府从这个方面开始出手。最近，美国总务管理局发现，联邦独立机构美国 Ability One 委员会管理的一些采购产品，实际是外国制造，其中包括中共制造的产品。但这些产品在美国总务管理局的采购平台上被标成美国制造。这个 Ability One 是个什么机构呢？它是根据美国一项法案设立的联邦项目，由美国 Ability One 委员会管理。这个委员会的法定名称是盲人或重度残疾人士采购委员会。美国立法成立这个项目，目的是为盲人和有重大残疾人创造就业机会。这个委员会通常维护一份采购清单，
上面列出参与项目的非盈利机构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这些非盈利机构通常声称产品和服务主要由盲人和残障人士提供。美国相关法律规定，只要委员会清单上列出的产品和服务能在联邦政府机构所需的期限内满足要求，联邦机构就必须按委员会核定的价格向这些非盈利机构采购，除非获得政府特别豁免。而委员会核定的卖给联邦政府的价格，事实上最高可以比市场价格加价55%。也就是说，一个商品能进入这个清单，就相当于进入了一个向美国联邦政府高价销售的直通车。现在川普政府居然发现，这个原本应当优先采购美国盲人和残障人士参与制造的产品的清单中，却混入了大量主要产自中共的产品，其中大量产品几乎没有为美国残障人士创造任何有意义的就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进入采购清单的非营利组织高管年薪却经常超过100万美元。这些人是在利用美国人的善良，公然和中共企业合伙掠夺美国纳税人的钱，这是对美国纳税人的终极羞辱。面对 Ability One 委员会原产地标识的问题，川普政府对这个委员会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委员会最迟在11月16日前回应，就产品和服务清单上的所有项目提供准确的原产地资料，同时清理目前原产地标识不清的项目，并提交今后持续自我审查的文件。从今以后，委员会必须逐项核实产品清单上的原产国，并全面审查卖给联邦机构的产品，包括价格、采购来源以及是否符合联邦法律和政府采购政策。这项行动也是在落实川普今年3月份的一道行政令，也就是联邦政府采购中如果写着美国制造的产品，就必须真的在美国制造。美国总务管理局的负责人明确表示，美国纳税人的钱本来是应当帮助美国盲人和残障人士就业，不能借公益和美国制造的名义，最后支持外国竞争者，还让有安全疑虑的中共技术产品进入整个联邦采购体系。川普政府的这一套针对中共转运的全方位的围堵政策，显然让中共感到了疼痛。中共驻美使馆已经开始对美国这方面的行动进行公开回应了。中共表示反对把国家安全概念无限扩大，反对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共企业，也警告涉及转运货物的单边行动或协议不应损害第三国利益。但是，如果美国继续允许中国企业用绕道、换标签、伪造原产地的方法进入美国，川普政府试图加强美国本土制造业的政策就会全部落为空谈。美国政府动用一切情报、外交政策和技术手段堵住中共产品的大转运行动，归根结底就是要给美国制造业创造真正站起来的机会。川普政府非常清楚，未来大国竞争指向一个方向，人工智能、先进芯片和关键矿产将成为世界大国下一轮工业与军事能力的底座。因此，川普政府近期在这方面清晰表明了态度。在人工智能和相关领域，美国不允许他的伙伴国玩墙头草的把戏，一边拿美国的技术、资本和安全保障，一边加入中共设计的另一套技术体系。各国都必须在大方向上做出明确的2选1的决定。根据路透社获取的一份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草稿，美国政府正准备写信给35个合作伙伴，这些国家今年6月份签署了美国的 AI 机遇声明，其中包括硅和平框架成员，也包括希望在人工智能合作上同美国协调的其他伙伴国。信中没有直接点名中共，但措辞很硬。加入硅和平不是填一张登记表，而是一项承诺。这项承诺不能同其他性质重复、要求冲突的协议并存。一名美国官员把话挑明了，不能两边都要。需要说明的是，这封信在路透社报道时还没有正式寄出，没有日期，最后发出前可能会有修改。
但是它至少显示川普政府内部存在着这样一派非常强硬的声音。这封信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信中对准了一个具体例子。哈萨克斯坦今年6月份加入了美国倡导的硅和平框架，成为首个加入这个框架的中亚国家。但是几周后，哈萨克斯坦又在上海签署了中共新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创始协议。短短几周，2次签字，签入了2套彼此竞争的技术体系。哈萨克斯坦拥有重要的关键矿产资源，这种两边下注的做法格外触动美国的神经。硅和平是美国去年提出的倡议，目标是保证人工智能模型、先进半导体芯片、能源和 AI 基础设施供应链的安全，逐步减少对中共这类在关键领域形成垄断的威权国家的依赖。目前约有24个国家参与，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等美国盟友。这个框架要建立的是能够互相提供芯片、矿产、算力基础设施和技术规则的可信赖的盟友网络。成员还要承诺推进联合项目和出口管制合作。而中共今年7月也牵头成立了一个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最初有来自亚非拉的29个中共小兄弟给中共捧场。显然，中共希望借助这个组织扩大由中共主导、由国家机器控制的人工智能技术生态系统。近期，中共通过开放权重的 AI 模型，展开了同 OpenAI、Anthropic 等美国顶尖人工智能公司的系统性竞争。2套系统争的不只是哪个人工智能模型更聪明，更主要的是谁掌握了关键的芯片、能源、矿产、数据和国际标准。作为对中共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回应，也是美国政府对中共大转运集产地的回应，美国国会8月12日公布了一个硅和平人工智能援助项目。基于这个计划，在美国国会的配合下，美国会提供最高5000万美元的对外援助，建立一套 AI 供应链认证和追踪平台。法新社把这个平台形容是给电子零部件建立的数字护照，核实货物从哪里来，走过什么运输线路，让可信货物更快通关。项目先同巴拿马港口和海关部门试点，涉及半导体、AI 基础设施、关键矿产及相关产品。如果顺利，第2阶段将扩大到其他硅和平国家和经济体。习近平计划在9月24日访问美国，人工智能将会是习近平和川普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有报道称，目前美中双方已经在为习近平9月访问做细致准备，其中一个话题就是前沿人工智能的风险问题。根据消息人士透露，美方预计由财政部长贝森特牵头，这将是由川普政府首次正式同中共高层就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双方要谈的都是一些非常敏感、关乎人工智能未来发展方向的话题，包括为越来越强的人工智能模型用于增强军事能力、攻击各国关键基础设施定底线，以及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等。川普同习近平谈话是为了管控风险，但是川普要把中共从美国的产业链，特别是军事工业产业链中剥离出来，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我上期节目详细分析过，伊朗战争让川普政府明确看到，在军工产能乃至整个产业链产能的问题上，美国已经到了关乎存亡、背水一战的地步。我们举例了川普政府的一系列动作，从船厂开始补产能，从无人机和存储芯片开始补零部件，从海关和联邦采购开始补漏洞，然后再把芯片、关键矿产、港口和人工智能等基础设施绑进一个要求盟友做出选择，将中共排除在外的网络系统中。美国最终能不能把这些政策变成真正的本土造船产能，建立可信的供应链，还要用时间检验。过去30多年，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美国把自己的工业产能拱手让给了中共。目前美国走上的重建产能之路绝对不会轻松。
但是伊朗战争以再清晰不过的方式让美国人看到，一个没有制造业支撑的大国，就是在沙滩上建立的高楼。接下来要看的是这个引领世界近100年的大国能否真正的走向重生。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